同学们好，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缺陷的分类，重点介绍了弗伦克尔缺陷和肖特基缺陷。那么从这节课开始，我们来学习缺陷化学反应的表示方法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常用缺陷的表示方法。理论上可以定性定量的把材料的点缺陷看作化学物质，这样就可以像分子和原子一样，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类似于化学反应的缺陷化学反应，进而用化学热力学的原理来研究缺陷的产生、平衡及浓度问题。为了便于讨论缺陷反应，我们就需要一整套的符号来代表各种点缺陷。通常呢，我们用一个主要的符号来代表缺陷的种类，上标表示有效电荷，下标表示缺陷的位置。如图所示，用大写的 V 表示空位，下标 M 代表 M 位置形成空位，上标是2个撇代表有效负电荷。通常我们用小黑点代表有效正电荷，用撇代表有效负电荷、有效零电荷，通常可以不用书写。比如2价钙离子置换钠离子带一个正电荷，2价钙离子置换4价的锆离子就会带2个负电荷，钠离子置换钠离子，或者说氯离子置换氯离子不带电荷。这个呢代表钾离子的空位，它是指在原来节点处的钾离子被移走，相当于少了一个钾原子，一个正电荷，所以剩余的空位必伴随着一个带负电荷的过剩电子，所以空位带有一个有效负电荷。同理，这个呢代表氯离子的空位，它是指在原来节点处的氯离子被移走，相当于少一个氯原子和一个负电荷，所以剩余的空位必伴随着一个带正电的电子空穴，空位带一个有效正电荷。那么有效电荷如何计算呢？有效电荷等于既有电荷减去完美晶体在相同位置上的电荷。下面我们以 MX 离子晶体为例，给大家详细介绍各种点缺陷的表示方法。其中 M 为正2价， X 为负2价。首先我们来看空位， M 原子占有的位置，在 M 原子移走后出现空位，用大写的 V 下标 M 来表示。同理，大写的 V 下标 X 代表 X 原子占有的位置，在 X 原子移走后出现空位。对于离子化合物呢，比如将正常节点处的钠离子移走，就会产生一个带负电荷的阳离子空位。同理，把正常节点处的氯离子移走呢，就会形成一个带正电的阴离子空位。与原子空位不同的是，上标呢要标注有效电荷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缺陷呢可以看作一种化学物质，因而空位也是一种物质，代表一个零粒子。间隙原子，间隙用 I 来表示， M 原子进入间隙位就可以用 M 下标 I 来表示， X 原子进入间隙就用 X 下标 I 来表示。对于带电离子，我们只需要加上一个上标表示有效电荷即可。比如正2价的 M 离子进入间隙，需要在 M 上标加2个小黑点，代表2个有效正电荷。错放位置指 M 原子占据了正常 X 原子所处的位置，用 M 下标 X 来表示这种缺陷。这种缺陷是很少见的。溶质原子或者说杂质原子， L 溶质占据了 M 的位置，用 L 下标 M 来表示。自由电子和电子空穴，这点大家要注意，在有些情况下，价电子呢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原子，其在光、电、热的作用下可以在晶体中移动，称为自由电子，用小写的 e 上面一个撇来表示。如果缺少电子，就会形成电子空穴，用小写的 h 和一个小黑点来表示。带电缺陷，
带电缺陷通常发生在不同价态离子之间的取代，比如钙离子置换钠离子，2价置换1价，带一个正电荷。同理，钙离子置换锆离子，带2个负电荷。最后还有地核中心，它是指带相反电荷的点缺陷之间存在着有利于地核的库仑引力，用一个小括号表示即可，这个大家了解即可。这节课呢，给大家介绍了点缺陷的表示方法，主要介绍了空位、间隙、杂质原子、电荷缺陷等等，需要大家准确的判断和书写各类缺陷的表示符号，这是书写缺陷反应方程的基础。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